近日，中国远望5号船停靠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港进行正常补给，却遭到印度方面的无理阻挠。经过中方的积极交涉，最终远望5号停靠成功，彰显了中斯友好和斯里兰卡的独立自主。另据外媒报道称，美印将在靠近中印边境地区进行军演。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表示，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双方通过各层级保持着有效沟通。中方坚决反对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插手介入中印边界问题。据外媒报道，美国和印度两国特种部队近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举行为期20多天的联合作战演习。另据报道，美印两国军队拟于10月举行代号为“战争演习”的联合军演。报道称，军演地点靠近中印边境地区，将重点演练高原山地作战能力，针对中国的意图比较明显。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表示，中方一贯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尤其是演训活动，不应针对第三方，应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双方通过各层级保持着有效沟通，并一致同意通过双边对话妥善处理有关事态。我们坚决反对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插手介入中印边界问题。根据中印两国1993年和1996年签署的有关协定精神，双方不得在实控线附近地区开展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希望印方严格遵守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有关协议协定，恪守通过双边渠道解决边界问题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据南华早报报道，有军事观察人士注意到，解放军新疆军区近日在高原地区试射了升级的防空导弹。央视发布的视频显示，新疆军区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演训场试射了新型地空导弹。在第一次试射中，导弹击中了低空飞跃的靶机。尽管在敌机强烈的电磁干扰下，防空系统仍在第2轮打击里射中目标。分析人士称，该导弹是车载的红旗17A 导弹，具备机动性高、命中精度高的优点。一名军事观察人士说，随着美印在中印边境争议区附近的联合军演逼近，新疆的试射在于展示威慑力。另据报道，本周一，中国远望5号测量船在斯里兰卡港口停靠补给1周后顺利离开。远望5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该船船长表示，这次出行主要执行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海上测控的任务。作为我国海上测控网中的主力，远望5号已经圆满完成了以神舟、嫦娥、北斗、天问为代表的海上测控任务。不过，这艘船上周停靠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却引起斯里兰卡北部邻国印度的高度关注。连日来，印度方面不断炒作施压，甚至诬称远望5号是间谍船，一度令该船延迟停靠。事实上，早在7月12日，斯方就已向远望5号停靠补给发放外交许可。随后，印媒指出，远望5号可用于太空和卫星追踪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印度政府认为该船可能从事所谓有损其安全利益的监控活动，因而向斯方提出抗议。7月底，印度外交部就远望5号停靠一事称，政府会仔细监测任何影响印度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事态发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以维护。对于上述阴谋论和不必要的猜测，斯里兰卡国防部发言人指出，一些船只定期往来于印度、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经过一番博弈，中国远望5号测量船还是顺利停靠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进行补给。停靠当天，斯里兰卡民众载歌载舞迎接中国朋友，船上还挂起“中斯友谊万岁”字样的横幅。印度的反应呢，就是典型的反映了印度这个一个霸主的这个心态和他对所谓势力范围的追求啊。就是现在呢，刚好逢上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国内经济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印度觉得斯里兰卡有求于他，所以现在就要求斯里兰卡要拒绝这个中国的船只到这个斯里兰卡补给。实际上呢，这个很强的意味就是要给这个斯里兰卡啊，给印度洋的这些小岛国立一个规矩啊，就是说这个印度洋啊是印度的洋，那大家呢还要听印度的啊，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我想，这个斯里兰卡呢，还是顶住了印度的方面的压力啊。
这是中斯关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直接的这个证明。另一方面，印度正在扩大海上影响力。据印度媒体报道，由印度海军设计局设计、印度科钦造船厂建造的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已于近期交付印度海军。印媒同时猜测，为庆祝印度独立75周年，维克兰特号航母可能于本月底正式服役。维克兰特号航母满载排水量约4万吨，舰长262米，宽60米，最大航速28节。该航母号称约76%的部件为印度自行生产。在作战能力方面，维克兰特号采用典型俄式航母滑跃起飞、拦阻降落模式，可携带40架各式战机，包括俄制米格29K 舰载战斗机、卡31预警直升机、美制 MH-60R 多用途直升机和印度 ALH 北极星通用直升机。印度媒体声称，随着维克兰特号航母服役，印度将成为继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之后第6个能够建造大中型航母的国家。印度媒体称，维克兰特号航母服役后，印度将拥有双航母战斗群，整体海上能力和独立远洋作战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也有分析认为，维克兰特号目前仍是一个不完整的作战平台，月底服役实属匆忙，仍需18至2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全面投入使用。这意味着在此期间，维克兰特号将带着缺陷服役。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荣英。荣先生您好。近日，斯里兰卡顶住印度方面的压力，同意中国远望5号测量船停靠汉班托塔港进行补给。您觉得斯里兰卡为什么最终还是同意中国船只停靠呢？一段时间以来，围绕着中国那个远望5号的科考船，那么斯里兰卡呢面临了巨大的压力。那么主要这个压力呢来自于印度，还有呢西方的国际的舆论。那么最终呢，当然就是斯里兰卡呢。就是说顶住了印度和国际社会西方的那个压力同意中国的那个远望5号这个科考船停靠汉班托塔港进行正常的补给。我觉得呢，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履行了就是说它正常的国际义务，特别是考虑到远望5号科考船是一个从事太空海洋探测的这么一个科学任务，是为人类和平利用和发展太空这个进行的科学实验，就说明呢，确确实实我们的正义还是战胜了任何那种抹黑我们的那个阴谋呢，最后呢终究被事实所击败我们那个科学的文明的和平的使命，最终还是战胜了那些猜疑和阴谋。当前中印关系面临不少新的挑战，而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印度政府选择沉默，迟迟没有对一个中国原则进行确认。您觉得在涉台问题上，印度政府持有怎样的心态？台湾问题呢是事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中国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台湾问题上的那个立场，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1971年，当时联合国讨论恢复中国的那个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呢，印度也是投了赞成票的。这些呢，中国呢也都是记忆在心，也表示赞赏。那么至于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的那个无论从官方表态，还有一些媒体的那个舆论报道来说呢对这个一个中国的那个政策这一个中国这4个字就是好像有点忌讳或者说有点那个有点保留。我们还是希望呢，印度呢能够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这个事关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呢，能够坚持奉行公正正确的立场，共同维护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